乌军总司令突袭前线督战，俄军渗透遭全歼，红军村血战持续。深夜突袭俄能源中枢，俄中部电力系统陷瘫，克里米亚大桥封闭。乌军暴兵升级，75个攻击连出击，乌军秘密摧毁奥列什尼克导弹，遭史上最大空袭，乌克兰防空奇迹显现，俄能源巨头被迫出逃资产。10月的最后一天，乌克兰东部平原依旧硝烟弥漫，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尽管前线危机不断，但局势已出现局部好转。乌克兰东方集团指挥部发表声明称，俄军已被彻底驱逐出波克罗夫斯克的卫星城米尔诺赫拉德，该地及周边区域重新回到乌军全面控制之下。这意味着乌军成功稳住了东部防线，为接下来应对西面更猛烈的俄军攻势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目前，米尔诺赫拉德东北方向的防线由乌克兰第25空降旅与第38海军陆战旅共同负责，这2支部队皆为乌军王牌。根据第7空降军提供的战报，并经 ISW 最新卫星影像验证，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攻击力度仍然凶猛。俄方集中 2.7 万兵力、100辆坦克和260辆装甲车，从西北和西南两翼强突，甚至一度在波克罗夫斯克城内升起旗帜。然而，仅1小时后，也就是昨日10点40分，乌军第425突击营发起反击，将俄军彻底清除，插旗部队几乎被全歼。乌克兰军事频道指出，俄军仍在增兵，战况依旧严峻，但并非如外界渲染的崩溃边缘。正如乌军官员所言，如果区区200名俄军渗透者就能占领一座城市，这场战争也不会打到今天，更不会让俄方在伤亡10余万的情况下仍在城外徘徊。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希尔斯基再次现身前线，在波克罗夫斯克召开旅级以上军官会议，这是他在短短1个月内第2次亲赴该地，足见战况之严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会议不仅有前线参谋层参与，还特别召集了直接参与作战的将领，以便瑟尔斯基能够获得最真实、直接的战场信息。会上，希尔斯基语气强硬，明确表示，任何隐瞒真相、玩忽职守的指挥官都将被送上军法法庭，而那些无法承担职责或身体状况不佳的军官应主动辞职。他的言辞直接反映出波克罗夫斯克前线的复杂与紧张。从瑟尔斯基此行可看出至少3重信号。首先，波克罗夫斯克战役的重要性再次被凸显。自战争爆发以来，该地多次成为焦点战场，瑟尔斯基与总统泽连斯基都曾多次亲临视察，这说明乌军对此地极为重视。其次，这一动作从侧面证实波克罗夫斯克尚未完全落入俄军之手。尽管乌军当前防守压力巨大，但仍保持了抵抗力，战线并未崩溃。最后，此次督战也意味着乌军高层正对前线的指挥体系进行调整。此前有传闻称，部分基层指挥官隐瞒或夸大战况，瑟尔斯基直接会晤一线军官，正体现了乌军在纠偏与重整部署上的决心。希尔斯基在会上强调，俄方宣称以封锁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的说法纯属虚构。俄军目前采取的是城市渗透与游击战术，步兵小股分散潜入城区，依托民居隐蔽活动，不与乌军正面交火，随时更换阵地。因此，乌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并清除这些潜伏在居民区和地下设施中的敌军。根据多方战场情报，这一判断基本符合实际。俄军渗透部队的确采用灵活机动的阵地战术，使得市区战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拉锯状态。据悉，此次俄军的渗透行动是在连续数日猛烈炮击之后展开的，其中多次使用 TOS 系列温压弹。虽然这为俄军打开了突破口，但其代价也十分沉重。为支援渗透部队，俄军炮兵阵地被迫前移 ，TOS 一射程仅6公里，TOS 2也不过15公里，暴露在乌克兰无人机侦察之下。乌军迅速展开反炮兵行动，波克罗夫斯克南部一套温压火箭发射系统被精准摧毁，爆炸引燃了大量燃料与弹药。
一辆 BM-27 飓风火箭炮在公路上被击毁，一套 BM-21 冰雹系统发射后数秒即遭到毁灭性打击，3门隐蔽在树林中的火炮则被美制 GBU-39精确制导炸弹直接命中。这一系列打击显著削弱了俄方火力，为乌军清理城区残余渗透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谢尔斯基会后在军方频道发文称，局势依然严峻，但敌人并未在波克罗夫斯克任何地区建立稳固阵地，他们在城市中频繁转移，甚至伪装成平民移动。乌克兰防御力量正在展开反击行动，对渗透进市区的敌军实施定点打击。10月29日，空降部队在城市北部和西北入口处歼灭了13名插旗俄军。敌人仍在利用心理战手段伪造视频，制造包围假象。大量 FPV 无人机确实使补给难度增加，但通路仍保持畅通。总统泽连斯基在10月30日晚间全国讲话中也特别提及波克罗夫斯克战况。他指出，我与总司令谢尔斯基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详细讨论了各战线形势。目前最艰难的依然是波克罗夫斯克，俄军正全力想在此立足。普京29日声称，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被包围的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目前最大的争议在于波克罗夫斯克外围的包围圈还差多远。各方情报并不一致，但综合分析后判断，俄军尚未形成完全合围，前线间隙仍有约5至8公里。如果俄方攻势继续推进，乌军或将被迫有序撤离。一名名为谢尔盖·弗莱什的乌军军官在 Telegram 上直言，既然我们无法阻止局势恶化，就必须勇于承担责任，做出艰难决定。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10月31日晚，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动了新一轮深度打击。乌克兰无人机群突袭俄境3大能源设施，其中打击最猛烈的就是位于弗拉基米尔地区的斯卡亚变电站。目击者称，袭击刚发生在夜幕降临后，多架乌方无人机连续突破俄军防空网，至少2架命中目标。瞬间爆炸声震彻全城，火光从数公里外都清晰可见。现场画面显示，变电站核心设施被炸起巨大火球，橘黄色火焰高高腾起，照亮了半个夜空。俄罗斯地方媒体随后承认设施遭到袭击，但坚称电站未被摧毁，并宣称修复工作正在进行。然而，从各方传出的影像来看，损毁程度恐远超俄方所言。弗拉基米尔变电站始建于1955年，是俄罗斯乃至欧洲规模最大的高压变电枢纽之一，承担着全俄约10%的电力输送任务。它距莫斯科仅180公里，是连接莫斯科及周边工业区的关键能源节点。该设施不仅为俄中部多个州供电，更为首都莫斯科的军工体系、交通网络与政府机关提供能源保障。业内专家指出，一旦该站长期瘫痪，莫斯科地区的电力供应可能出现连锁性紧张。事实上，这并非乌克兰首次攻击弗拉基米尔方向。10月中旬，乌军曾对该电站发动过一次试探性空袭，造成部分设施受损。此次袭击规模显然更大，显示乌军意在重创俄罗斯电力系统的中枢命脉。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当夜还对亚罗斯拉夫炼油厂发起大规模轰炸，至少6次剧烈爆炸震撼全城，多处油罐燃起熊熊烈火，黑烟冲天。据俄方初步通报，炼油厂损毁严重，产能全面停摆。另一处位于奥廖尔的天然气发电厂同样遭到重创，乌方疑似首次在袭击中动用了改进型巡航导弹。奥廖尔州长克利奇科夫表示，灭火与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但截至发稿时，电厂周边仍有大火未被控制，多个居民区供暖与热水供应中断。随着冬季的临近，这些能源打击无疑将对俄罗斯民生与工业造成实质冲击。乌军显然已将战略焦点从前线转向俄境纵深，通过打击能源、后勤与通讯设施，削弱俄方的整体作战支撑能力。此轮袭击的规模与精度再次展示了乌克兰在无人机与远程打击领域的持续升级。俄乌战场的能源攻防战正在成为决定战争走向的新关键。另外，受乌克兰持续打击克里米亚及周边地区的影响，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大桥实施了新的交通管控措施。据 Nexta 新闻报道，俄方宣布自11月3日起，所有电动及混合动力车辆将被禁止通过克里米亚大桥，双向通道均受限制。这意味着前往克里米亚的车辆需绕到塔甘罗格，行程大幅增加。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担忧电动车电池爆炸，或车辆可能被用于运输爆炸物。但分析人士指出，类似风险同样适用于燃油车，而近期克里米亚及俄本土普遍出现油荒，莫斯科加油站甚至排起长队，这与乌军袭击俄方炼油厂及国际制裁有关。早前，俄军曾在克里米亚大桥检查站查获一辆电动车，车内电池中发现数十公斤炸药，极可能用于破坏行动。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部队已多次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打击，导致大桥频繁关闭。2025年袭击尤为密集，6月份乌军特工甚至在桥下埋设逾1吨炸药，损坏桥墩地基。尽管乌克兰完全具备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的能力，但其选择暂不行动，一方面考虑国际舆论影响，另一方面将大桥作为牵制俄军的战略存在。频繁的袭击已迫使俄军在克里米亚及周边地区增派兵力，并部署大量防空系统。去年 ISW 战争研究所就指出，克里米亚已从俄方后勤基地变为一块烫手山芋。还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30日，俄国防部称，普京已下令在红军城、季米特洛夫等地为外国记者，尤其是乌克兰籍记者提供安全通行便利。为此，俄方将在相关区域暂停军事行动5至6小时，以便媒体能够安全出入。表面看，这是一次出于人道与开放姿态的临时停火，但背后显然另有深意。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回应，明确拒绝承认俄方所谓的安全走廊，并警告外界不要轻信莫斯科的说法。基辅的态度之强硬，折射出前线的巨大压力。如今，乌军人力吃紧，补给紧张。如果外国记者真的进入前线，拍下真实景象，势必让乌国内部的士气与舆论承受冲击。泽连斯基政府最担心的，不仅是被揭穿防线吃紧的事实，更怕这种透明化引发国内反战与质疑情绪，从而削弱政治稳定与谈判筹码。反观俄罗斯，这场看似善意的停火，实则是一场极具战略意味的操作。一方面，他能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愿意合作、敢于开放的形象，为俄方争取舆论优势；另一方面，也能迫使乌克兰陷入尴尬局面，要么拒绝记者进入，显得心虚，要么接受采访曝光，又让战局的被动处境显形。更隐蔽的是，这短暂的停火窗口也让俄军得以重新部署兵力、调整补给线路、修复设备，在心理和战术层面都取得主动。外界认为，这次停火并非单纯的和平信号，而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舆论战与外交博弈。俄罗斯在展示和平诚意的同时，也在重新主导叙事，把自己包装成理性一方，将乌克兰推向舆论孤岛。表面是暂时的枪炮沉寂，实质却是另一轮信息与策略的交锋。真正的和平仍遥不可及，而这场短暂停火或许只是新一轮心理战的序曲。与此同时，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已进入东城区，并正向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一线发起进攻，试图对乌军形成局部包围。俄方情报称，乌军正趁天气有利之际进行轮换，并持续向东岸调派增援部队，以稳定防线。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无人机战力迎来暴兵式扩张。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指挥官布罗伯特·罗夫夫迪于10月30日正式宣布启动全军无人机扩编计划。首阶段将新增 1.5 万人，组建多达75个攻击型无人机连。这一计划将使第414无人机团扩编至3倍规模，并将第20团与第412团升级为旅级单位，第413营提升为团，第14团改编为第一战术中心。官方表示，所有进入一线作战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 AI 无人系统操作培训与考核，通过者方能执行任务。这意味着乌军无人机部队正从战术试验阶段迈入体系化、工业化量产的新阶段。另外，乌方在泽连斯基主持的高层会议上披露，
SBU 局长马柳克称，乌方在一次跨部委联合秘密行动中摧毁了一枚被称为奥列什尼克的中程导弹，并强调摧毁100%成功。关于行动时间，各方说法不一，路透等外媒提醒细节尚未被第三方独立核实。俄方曾将奥列什尼克描绘为难以拦截的新型威慑武器，但西方分析普遍对其战术价值与精度持怀疑态度。若乌方说法属实，这既是对其情报渗透与跨部门协同能力的证明，也将在舆论与外交上削弱俄方将此类武器作为谈判筹码的作用，并可能推动对涉研制单位的制裁讨论。与此同时，乌克兰安全局主导的 Sea-Baby 海上无人机已从自杀式突袭器演化为多功能海战平台，声称可由远端移动指挥中心操控，单次续航可达24小时，并能执行对舰打击、沿岸目标精确打击及渗透支援，为防泄密设计了自毁机制，且在实战中被指多次限制俄黑海舰队活动，迫使对方调整布防与补给线路。总的来看，这两项消息共同传递出一个信号：乌方正通过情报渗透与无人系统双轨推进，试图以技术与精确打击削弱俄方的战略优势，但鉴于部分细节尚无独立证据，外界仍需审慎求证。10月30日凌晨，乌克兰经历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俄罗斯军方出动了52枚导弹与多达653架各型无人机，企图对乌克兰全境实施饱和式打击，以压制防空系统、摧毁基础设施并制造恐慌。然而，乌克兰防空力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与技术成熟度，共击落空中目标623个，其中包括592架攻击无人机与31枚导弹。被击落的导弹中，既有口径巡航导弹，也有伊斯坎德尔 K 与 KH-101系列导弹，甚至还有高精度的 KH-5969空射导弹。尽管防御成效显著，这场袭击仍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余人受伤，多座城市的能源与交通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防御与备战动向。芬兰宣布将在11月至12月的联合军演期间，向俄芬边界增派1.5万名兵力，包括动员兵、预备役与现役军人，并由北约盟军共同参与。这一动作不仅是针对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与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进逼，也是北欧地区安全格局的再度升级。与此同时，瑞典防务巨头萨博公司也传出消息，正在考虑将加拿大作为鹰狮战斗机的海外组装中心，以加速产量提升，优先满足乌克兰的战斗机需求。显然，欧洲防线的战略布局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了长期抗衡。就在前线交火最激烈之际，欧洲多国悄然推动一份名为《欧洲和平倡议》的新停火方案。据悉，该计划共有20项条款，内容包括在双方接受后24小时内停火，冻结当前前线，建立国际监督机制，设立非军事区，交由第三方管理扎波罗热核电站，阶段性解除部分制裁，以及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这份方案被外界视为欧洲试图介入并主导停火进程的重大举措。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若冻结前线成为事实，俄军将以占领区为基础换取政治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受到严重侵蚀。对此，基辅方面暂未表态，但乌克兰外交部已明确警告，任何以和平为名的妥协都必须建立在恢复主权与公正审判的前提之上。政治层面上，关于欧洲和平计划的新草案正在酝酿。根据自由电台披露，该计划共包含12项核心条款，从停火机制、战线冻结、国际监督，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管理、对俄制裁的阶段性解除，以及乌克兰安全保障等。乍看之下，它是一份平衡方案，既为停火留出空间，又试图以外交方式恢复秩序，但在细节上却隐藏着微妙的风险。若冻结前线成为现实，那意味着俄军可能以占领成果换取合法地位，而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被实质性削弱。许多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和平并非真正的和平，而更像是权力的休眠。另外，据彭博社10月30日报道，受西方制裁压力，
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已同意将海外资产出售给瑞士贸易商共沃集团，并终止与其他买家谈判。Ganvar 创始人季姆琴科与普京关系密切，普京曾持有该集团股份。卢克石油是俄罗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能源公司之一，全球50余国运营逾5300座加油站及多家炼油厂。外界普遍将此视为俄企在制裁压力下的资产外逃与政治妥协象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